有缘人，您来了，我是慧真居士。刷到这条影片并非偶然，而是冥冥中天命的安排，你即将开启好运。感谢大家的订阅。哎呀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超级厉害的风水秘诀，这可是祖师爷传下来的不传之秘呢。很多人都知道，厨房是一家人的福气所在，而冰箱更是现代人家中不可或缺的电器。它不仅储存食材，更蕴含着无限的财运机遇。各位园主啊，你们家的冰箱上面放了什么呢？是不是堆满了杂物，还是空空如也呢？告诉你们，冰箱顶部可是大有讲究的。老祖宗曾说，一物一方，皆有定数。冰箱顶部的风水布局，可是关系到全家的财运和健康呢。我修行数十载，深入研究易经、阴阳宅大全等古籍，发现冰箱顶部乃是藏富聚财的绝佳宝地。为啥这么说呢？且听我慢慢道来。首先呢，在风水学说中，冰箱代表水，而水在五行中主财，象征着源源不断的财运。冰箱的顶部正好处于生气上升的位置，若能在此摆放正确的物件，便能借助这股上升之势，让财运节节高升。但是千万要注意了，可不是随便放个东西就能招财的，摆放错误反而会破坏风水，让财运外流呢。我看到很多人家里的冰箱顶部堆满了各种杂物，这可是大忌讳啊。有些园主会问，慧真居士，那到底该放什么才能招财呢？别急别急，容我先告诉大家几个千万不能放在冰箱顶部的物件。第一个大忌，垃圾袋、清洁用品。这类物品携带污秽之气，会破坏冰箱的财运属性，让钱财无法聚集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些物品会产生煞气，影响全家人的身心健康。第二个大忌，过期食品或废弃物品。依据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教导，过期和废弃之物会招来衰败之象，使得家运每况愈下。切记切记，一定要及时清理这些东西。第三个大忌，尖锐物品或重物，譬如说菜刀、剪刀等利器，这些物品带有煞气，会刺破财运，而过重的物品则会压制财气上升，使得钱财难以积累。这些忌讳说完了，想必大家都迫不及待想知道究竟该在冰箱顶部放什么宝贝了吧？哎呀，看到这么多园主都在期待究竟是什么宝物能让财神爷乐开怀，我这就和大家细细道来。各位有所不知，冰箱顶部最适合摆放的招财至宝，便是一只紫砂聚宝盆。可不是随便买个聚宝盆就行的，还要讲究摆放方位和开光仪式呢。为什么是紫砂聚宝盆呢？这里头大有学问。紫砂本身便具有聚气的功效，在阴阳宅大全中有云，紫为贵气，砂为厚土，二者合一，聚财生福。而聚宝盆的形状又是圆的，代表着圆满之意。这聚宝盆要选用纯正的紫砂材质，大小要恰到好处，太大会显得压迫，太小则聚财效果不佳。最佳尺寸是直径在15至20公分之间，高度不超过10公分。摆放位置嘛，一定要在冰箱顶部的右后方，这个位置正对应着财位。更重要的是，聚宝盆里要放些什么才能真正起到聚财效果呢？告诉大家一个不传之秘，在聚宝盆中放入5枚铜钱、3颗黄水晶，再加入1小撮五谷，这样的搭配最为完美。咦，为什么要放这些东西啊？聪明的园主肯定会这么问，且听我道来。铜钱代表生生不息的财运，黄水晶具有聚财的功效，五谷则象征富贵迎门，这三者结合便能形成强大的招财能量场。还有啊，这聚宝盆在摆放之前，最好能找个好日子开光开运。依据周易的卦象，选在每月初1或15，在早上7点至9点之间，面向东方，诵读招财真言3遍。招财真言是什么？这可是我师父亲传的口诀：天地玄黄，财运亨通，聚宝迎门，富贵永昌。念诵时要心诚意切，才能真正引来财神垂青。哎呀，光说这些还不够，摆放聚宝盆还有个重要讲究，
每逢初一十五要用新鲜清水擦拭聚宝盆，这叫净财气，切记不可用油腻的抹布，那会破坏聚宝盆的灵气。还有原主问慧真居士，我家冰箱太高够不着怎么办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可以准备一个小凳子，专门用来擦拭聚宝盆。记住，这个凳子最好用实木制成，千万别用塑料的，那会影响聚财效果。说到这里，我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下一次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聚宝盆的禁忌，以及如何用简单的方法让聚宝盆的效果更上一层楼。首先要特别强调的是，聚宝盆虽好，但千万要注意这5不放。第一不放，不能放假花假草。为什么呢？太上感应篇有云，真者生气，假者煞气。假花假草虽然好看，却会影响聚宝盆的灵气，让招财效果大打折扣。第二不放，不能放凋谢的鲜花，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呢。枯萎的花朵会带来衰败之气，影响全家运势。如果您实在想放鲜花，建议选用富贵竹或者常青藤，这些常青植物才能带来生生不息的好运。第三不放，不能在聚宝盆周围堆放杂物，杂物会形成气场紊乱，打乱财气的流通。记住了，整洁才能聚财，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啊。第四不放，不能把聚宝盆放在正对着卫生间的位置，这个位置会让财运漏财。就算您家的冰箱正对着卫生间，也要想办法调整聚宝盆的位置，或者在中间放置一面小镜子来化解。第五不放，千万不能在聚宝盆旁边放置闹钟或者会发出噪音的电器。易经讲，静生祥，动生乱，噪音会打扰聚宝盆的宁静能量场，影响招财效果。说完了5不放，我再告诉大家一个超级实用的小技巧。每个月的初一和15，可以在聚宝盆周围点上3支香，让香气环绕聚宝盆，这样能增强招财效果。不过要注意啊，香要选用纯天然的檀香或者沉香，千万别用劣质香，那反而会适得其反。还有个重要的知识点要告诉大家，聚宝盆的位置摆放好之后，最好保持相对固定，不要随意挪动。阴阳宅大全中说，位正则气聚，位乱则气散。频繁移动聚宝盆会打乱已经形成的能量场。有缘主问慧真居士，如果装修或者打扫卫生必须移动聚宝盆怎么办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如果必须移动，要选择在上午9点到11点之间，这个时辰是阳气最旺的时候。移动之前，先默念太上感应篇中的福德正神咒语3遍，等装回原位后，再用清水擦拭1遍。说到这里，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下一次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更厉害的秘诀，就是如何利用5行生克的原理，让聚宝盆的招财效果翻倍。这可是连我师傅都说100年难得一见的秘术呢。记住啊，摆放聚宝盆不仅要讲究位置和方法，更重要的是要保持一颗虔诚的心。就像心经所说，心诚则灵，只要您用心去布置，保持正念，好运自然就会眷顾您的家庭。各位原主可有想我？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更加精彩，这可是关于如何运用5行生克之理，让聚宝盆的招财效果成倍增长。我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。前些日子，有位原主找到我说，慧真居士，我按照您说的方法摆放了聚宝盆，但是感觉效果不太明显，怎么办？经过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没有注意到5行相生的关系。各位要知道，周易有云，5行相生，万物永昌；5行相克，祸福可明。冰箱属水，而我们要招财，就得懂得运用5行相生的原理。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这便是5行相生之道。所以啊，在聚宝盆中，我们不光要放铜钱、黄水晶和五谷，还要讲究5行均衡。告诉大家一个秘诀，可以在聚宝盆的东方位置放1小块绿檀木，南方放1颗红玛瑙，中间放黄水晶，西方放白水晶，北方放黑曜石。哇，慧真居士这么讲究啊？可不是嘛，这5种材料摆放到位，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5行生财阵，
让招财效果事半功倍。而且啊，这些宝石不用买太大的，有指甲盖大小就够了，主要是要保证材质的真实性。还有个重要的细节要告诉大家，这些宝石在放入聚宝盆之前，最好用月光水净化一下。什么是月光水呢？就是在月圆之夜，用清水晾置于月光下，第二天早上收集起来的水。这种水蕴含着月亮的精华，最适合用来净化宝石。说到这里，我猜很多园主一定在想，这些宝石放好了就万事大吉了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还要懂得生气养护之法。每个月的初一、15要用新鲜的菊花水擦拭这些宝石，同时默念招财咒：天地玄黄，五行汇聚，福禄临门，富贵永驻。对了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禁忌要提醒大家，这些宝石摆放好之后，一定要避免让别人随意触碰。太上感应篇中说，物各有主，气各有属。如果让外人随意触碰，很容易破坏已经形成的能量场。还有园主问，如果家里有小孩子，总想玩这些漂亮的石头怎么办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建议可以在聚宝盆上方悬挂一个小铃铛，这样既能提醒小朋友不要乱动，又能起到辟邪招财的作用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下一次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更厉害的秘诀，就是如何选择最佳的开运时间，让聚宝盆的效果达到顶峰。这个可是我祖师爷亲传的不世之秘啊！记住一点，风水之道贵在坚持。就像六祖坛经所说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我们追求财运，也要心存善念，多行善事，这样才能福慧双修，财运绵长。哇，终于到了最后的重头戏了。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超级厉害的秘诀，就是如何选择最佳的开运时间，让聚宝盆发挥最大功效。各位园主要知道，选择正确的时间开运，能让聚宝盆的招财效果提升10倍不止。这可不是我随便说说的。增广贤文有云，时来运转，福气自生。选对时间，就等于搭上了好运的顺风车。那么最佳的开运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告诉大家一个不传之秘，农历每月的天贵吉日最为适合。具体来说，农历初3、12、16、25这几天都是上好的开运日子，而一天之中，以早上7点到9点之间最佳，这时候是阳气出生之时。慧真居士，开运有什么特别的步骤吗？当然有了，我现在就告诉大家完整的开运仪式。首先，在选定的吉日清晨，沐浴更衣，保持心情愉悦，面向东方，紫气东来之象，手持3支清香，诵读开运真言：天地玄黄，日月同辉，福运降临，万事亨通。然后将清香插入聚宝盆旁边的香炉中，记得要准备一个专用的铜制香炉，再用月光水擦拭聚宝盆和里面的宝石。这时候要默念：五行汇聚，元气归一，招财进宝，吉祥如意。最后的重头戏来了，准备一张黄表纸，记得要用朱砂墨书写，写上自己的生辰八字和祈愿文字，天增岁月人增寿，财运亨通福满堂。将黄表纸折成莲花状，放在聚宝盆的正中央。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，整个开运仪式要保持虔诚的心态，不能有杂念。心经说得好，心静则国土静，只有保持一颗清净心，才能真正引来财运。开运之后的注意事项也很重要。1、开运后的头7天，每天早上要给聚宝盆散发的5行宝石擦拭一次，保持它们的光洁度。2、聚宝盆周围要经常打扫，保持干净整洁。道德经云：上善若水，环境清洁才能让财气流通顺畅。3、每逢月圆之夜，要打开窗户，让月光直接照射聚宝盆，借助月亮的能量来增强聚宝盆的灵气。4、在农历每月的初1、15，要添加一些新鲜的五谷到聚宝盆中，象征生生不息。哎呀，聚宝盆的秘诀我都告诉大家了。记住，风水之道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，再好的风水物品
也需要配合正确的方法和虔诚的心意。就像《论语》所说：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”我们追求财运的同时，也要心存善念，多行善事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：财散人聚，财聚人散。有了财运，记得要多帮助身边的人，这样好运才会源源不断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祝愿各位园主都能财运亨通，幸福安康。感谢大家的用心聆听，记得点赞订阅，让更多有缘人看到这个招财秘诀哦。